我是顾莹，野生生物摄影师。我是从2016年的6月开始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拍摄的，到现在第3年了。主要是拍摄的以藏羚羊为主的各种野生动物。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比较熟悉南北极，有一些人他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地球的第3极是青藏高原。藏羚羊确实它是能够代表第3极的这个动物。第一眼看到藏羚羊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没有看到羊的，我就看到远远的尘土飞扬的，那就是藏羚羊跑了。为了不被他们发现，我每天早上天不亮5点半我就要进帐篷，然后一整天全部要在帐篷里面。那么到晚上天黑了以后，我才能从帐篷里出来。我不打瞌睡的时候，我都在观察藏羚羊产崽，还有它交配啊、打斗啊、求偶啊等等。我其实也去过全世界的几10个国家了，比如讲在非洲、南北极，动物都是在你身边，有很多机会可以拍摄到不同的这种场景。第3极的青藏高原，它确实与众不同。在可可西里，它是高寒、高海拔、无人区，甚至被大家称为生命的禁区，没有很多摄影师去拍。尤其是那些比较珍惜的物种，它们都非常怕人，你可能见到它一面都难。我有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没有一个好的镜头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等待。我比较长的去那边，大概待了近2个月，那最少的都要在里面待上差不多近20天。那无人区里面都没有信号，我最长的一次是25天没有洗过澡，连续。很多年以前，京藏铁路刚刚建成的时候，想拍到藏羚羊呢在火车旁边，这样的画面非常难，因为藏羚羊它世世代代迁徙的时候，它都是走的这条路线，但是突然建成了一个青藏铁路，对它来说是非常陌生的，它就不会靠近这个桥。我今年终于拍到了这个画面，火车在桥上过，藏羚羊从桥洞下过，这说明野生动物也在不断的去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。当然了，也拍摄了其他的很多，比如棕熊啊、藏野驴啊、野牦牛啊、藏狐啊等等。食物链上，那狼抓藏羚羊，然后把它吃掉。像我在帐篷里头隐蔽拍摄的时候，我只吃八宝粥，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大型的肉食动物它们会闻到这些味道。一个满屏的而不是裁剪的棕熊头部的特写。那这种镜头是作为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，它是梦寐以求的一个镜头。最近的时候就是8米的距离，我就是已经忘记了我自己应该跑，因为其实在青藏高原每年都会发生棕熊袭击人的这个事件，会有伤亡的。每一种生物它都是非常重要，都有它们自己的位置。保护野生生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生命是非常可贵的，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，这也是我在拍摄野生动物时体会非常深的。我觉得我肯定是害怕死亡的，但是因为自己心里的那个热爱，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每个人都会有走的一天，关键是你要怎么样精彩的活着。